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首次向全球宣布，二氧化碳排放要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然而，作为能源消耗高密集性的钢铁行业，制造业31个门类中碳排放量的大户，占全国碳排放量约15%，是除了发电以外，整个生产活动中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所以，钢铁行业的低碳发展对实现我们的目标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今年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发达国家利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类似铁矿石资源的旺盛需求，趁原料价格上行之际，通过对富裕资源的出口压榨我国的钢铁行业，大肆盘剥发展中国家。所以，网上关于利用废钢来替代铁矿石的言论就一直争论不休。那这一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废钢卡脖子；第二，如果使用废钢炼钢，在全国撒开了做，会污染环境吗？有助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吗？第三，大规模应用废钢会面临什么问题呢？如何打破困局？中国的废钢产业未来是否大有可为？本期视频硬核高能，涉及一些前瞻数据，建议收藏备查。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废钢卡脖子？废钢这两个字听上去就给人很不环保的感觉。提到废钢行业，可能很多网友都会认为，这不就是钢铁行业里面捡破烂的吗？肤浅了不是？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概念可能会颠覆你的传统认知。其实以废钢应用为代表的城市矿山战略，一直以来都是工业化后期世界强国进一步占据金属矿产价值链高端的重要举措。为什么这么说呢？经过发达国家近300年的掠夺式开采，全球80%以上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经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并以废旧物资、垃圾的形态堆积在我们的周围，总量高达数千亿吨，并且每年以100亿吨的数量增加，成为一座座永不枯竭的城市矿山，为实现资源国内大循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发达国家早在工业化后期就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以开发利用城市矿山为抓手，实现资源国内大循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初，通过殖民、战争、金融霸权对全球资源实施掠夺。当他们完成工业化后，通过资源内循环系统继续保留着对原有优质资源的控制。同时，由于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对金属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减少，发达国家还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旺盛需求，趁原料价格上行之际，通过对其富裕资源的出口进行大肆盘剥。例如，直至2002年，全球铁矿石价格也只有20美元每吨，现在已经超过了200美元每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只能支付数倍以上的价格维持原料资源的供应。发达国家对城市矿山的成熟开发与利用，不仅实现了对资源的循环利用，避免了参与白热化的资源市场竞争，还在循环利用中不断提高获取有效资源的技术水平。譬如对废旧金属的提纯技术，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始终占据全球前3甲，而日本则在不产1吨铁矿石的前提下，通过权益矿和废钢铁资源的回收利用，成为全球废钢资源的重要出口国和远东区域废钢资源的主要定价国。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的城市矿山战略，可以发现，发达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实现资源供应国内循环的同时，借助技术领先，进一步盘剥发展中国家。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利用废钢卡脖子的。咱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如果使用废钢炼钢，在全国撒开了做，会污染环境吗？有助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吗？废钢铁是一种再能资源，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生产钢铁的过程中，需要消耗资源，比如说电、水、天然气以及铁矿石等自然资源。就算它废了，它也是钢铁，也经历了千锤百炼、浴火重生，承载着自然资源和能量，这就叫做再能资源。直接应用废钢铁炼钢，可以大幅降低钢铁生产的综合能耗。废钢铁和铁矿石相比，用废钢铁直接炼钢可以节约能源60%，其中每多用1吨废钢铁，可以节约0.4吨焦炭或1吨原煤。而且废钢铁因为在锻造的过程中经历了脱碳，所以是一种低碳资源。应用废钢铁炼钢可以大量减少3废的产生，降低碳排放。用废钢铁炼钢，钢铁企业一般可减少排放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废气86%，废水76%，废渣72%。换算成食物量，每用1吨废钢铁，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吨，固体废物排放3吨，金矿粉消耗1.7吨，原矿的开采4.3吨，伪矿渣的排
排出2.6吨，而且废钢铁还是一种可以无限循环使用的可再生资源。发展废钢铁产业，增加废钢铁供应能力是缓解我国对铁矿石依赖的重要途径。钢材制造的产品每8到30年一个轮回，可以无限循环反复使用，而且自然损耗率很低，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大规模应用废钢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还有助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那你可能就要问，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为什么早不这么干呢？这是因为我国的废钢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瓶颈环节，没有办法克服。目前我国的废钢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业准入门槛低，企业经营粗放，无序竞争严重。据市场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事废钢回收的企业约10万家，符合工信部准入标准的废钢加工企业只有381家。小作坊式的生产规模导致企业技术落后，自动化程度低，资源回收率低，环境二次污染严重。同时，废钢行业缺乏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这就导致一直以来行业标准无人制定。直到2020年1月份的时候，废钢行业标准才刚刚开始实施。行业排名前5的废钢回收加工企业年处理废钢量还不到社会废钢年产生总量的15%。企业融资能力差，抵抗风险能力差，加上市场竞争无序，野蛮生长，导致大家都吃不饱饭，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废钢企业的资金链时刻处于断裂的边缘，这样就很难发展壮大，行业人才培养也就自然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无粮少将的情况下，我国废钢行业存活实在是太艰难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知道社会钢铁积蓄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2020年末，我国社会钢铁积蓄量预计为110亿吨，相当于同期美国72亿吨和日本33亿吨的总和。但如果按人口平均数量看，我国2020年底的人均社会钢铁积蓄量只有7.86吨，远远落后于日本的25.98吨和美国的20.57吨。行业指标显示，一个国家人均社会钢铁积蓄量10吨以上，就标志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我们刚刚也说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后期，城市矿山战略才逐步开始落地，并走向成熟。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还没有形成规模，说白了就是不正规，这导致行业中企业发展无章可循，许多企业只能游走在废钢铁市场的灰色交易地带。社会上不规范的钢厂会采用2不开票的经营方式，就是买废钢不开票，卖钢材也不开票的灰色交易模式。这导致合规运营的大型优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因合规运营带来的成本劣势被逆淘汰出局，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客观原因的存在，导致我国的废钢行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吨钢综合能耗已经从2005年末的694千克标煤降到545千克标煤，节能减排的效果显著。2019年6月，马钢集团正式并入中国宝武集团。中国宝武集团以原马钢再生资源公司为基础，整合旗下的废钢业务，成立欧冶炼金，依托与欧冶云商电商平台进行市场化并购整合，与多家民营企业合资合作，快速抢占国内废钢市场。2020年，欧冶炼金平台废钢经营量达1400万吨，成为中国最大的废钢行业企业。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废钢回收加工行业停摆，加之中国环保政策下对废旧金属进口的限制，废钢价格一路上行至今。期间，钢协、废钢协不断争取政策，将废钢从限制进口的废料名单中剔除，并争取国家退税比例的提高。但是，截至2020年底，我国约有229家钢铁企业的6.2亿吨粗钢产能正在进行超低排放的改造，但同时，我国吨钢能耗也开始逐年下降，进一步大幅下降的空间极为有限。中国钢铁工业实现碳达峰的压力依然较大。从长流程炼钢工艺来看，炼铁环节的能耗占比超过了60%。中国钢铁工业要实现双碳的目标，压缩生铁产量和低附加值的钢材产量势在必行。这意味着中国钢铁工业未来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走低碳化甚至脱碳化的发展道路。根据中国钢铁行业目前的布局和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未来中国钢铁工业会逐渐呈现以沿海新建的长流程炼钢、内地省会城市或主要用钢地区的短流程炼钢为主的产业布局。由此预计，2030年前，中国长流程炼钢的建设将进入瓶颈期，而短流程粗钢产量占比将有一轮快速增长。所以，在主要用钢地区以废钢为主要原料来源的短流程炼钢将会迎来重大发展机会。